长期以来呢，这个美国凭借这个美元霸权稳居世界霸主的地位，违背了意志力。杨友就九世了，上去了你能当皇帝，你下去了可能你就要杀头之罪。美国的帝国的卦象，火天大有，它是一个顶级的凶局，驷马红羊，双火临门，这样子就精准的克制了美国八字中的什么，它的官星。同时呢，子午相冲嘛，子水我们讲信用被冲垮。那我们应该如何提前布局呢？元丰地震，起盘的时候那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元观点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道元老师，长期以来呢，这个美国凭借这个美元霸权稳居世界霸主的地位。那在美国的这个立国的卦象之中呢，其实是藏着一个盛极而衰的密码的。道元老师应该是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的。美国所谓的这种永久霸权的这种本质，我告诉你，其实它就是违背了易经啊，因为易经告诉我们叫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泰从否来。如果你还坚信美国它永远是世界的中心的话，那是你的幻觉。美国的帝国的卦象为什么火天大有，就离在上，乾在下，抗是什么普照万物，实际上就暗藏着什么刚过必折的这种隐患。丙午流年呢，我们都知道啊，驷马红羊，双火临门，它会引爆着一个核心的这种矛盾。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变成了特朗普的一个的什么大秀场，一个秀场一样的。告美国政府的其他的，比如说告财政部，在他上一任任期的时候，然后的话对他进行了打压，他现在反击了，然后呢要赔100亿美元，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赔付。其他的这些州，然后呢对特朗普的这种什么反对，抓这个人抓那个人，对不对？他认为这个是美国优先，美国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已经看到了什么双火临门。那么可能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先生的这个八字是非常的精准的，是。所以今天呢，我可以把美国的八字给大家排一下。这个国家也有八字吗？当然，它帝国的那一天，比如说我们要看风水，哪一年建的这个楼就有哪一年这个运程。那么美国那天的八字就是什么？丙申年甲午月甲子日，所以天生呢就是什么？它就是子午春，天生就冲月令。从他建国的那一天就埋下了这个不稳定的这种因素。印星子水就代表什么？这个信用的根基啊，它是一个好的星嘛，然后也代表美国的精神啊，平等的、自由的，然后所以你看当时华盛顿当了总统以后，也改宪法，一定不能够什么连续3届，三官就代表霸权主义，所以一个是美国精神，一个是霸权主义，所以美国一边宣传的是什么美国的精神，一边又用它的什么霸权，所以它天生就是一个什么矛盾体，他认为。他作为全球的顶头人，应该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利。这个国运催生下的美国建国以后生的这些人，其实都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是，易经里面有一卦叫鼎卦，那鼎卦的94爻的爻辞是叫复公术，这个卦象就很符合现在美国的当下，鼎为政权与财富的这个象征，复公术呢，也就是说这个鼎打翻了，洒掉了。在2026年的时候，美国将遭遇什么霸权的这个失位、财富流失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偶然也是什么火天大有、国运卦象的盛极而衰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逻辑，那2026年的美元霸权崩塌已经是命理上面注定了。那在现实中的话，会不会已经有明显了这个崩盘前兆的这个信息呢？会不会也有这个出现意外变数改变结局这一说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吧？也有一些前兆，比如说美元的潮汐收割引发了全球去美化的浪潮，美国的债务危机持续的恶化，俄乌战争后，在很多的国家开始加速的非美元结算，那么伊朗也宣布说石油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这些都是鼎卦的前期的这种铺垫，对应着美国这个国运的这个八字中的三官见官。就是霸权维护与信用损耗带来的这种冲突会逐步的这种爆发，变数我认为几乎为零。在2026年丙午年会形成什么？这个双三官去克这个什么官星，它是一个顶级的凶局。丙火是三官透干，午火又为什么三官的庚气，所以这样子就精准的克制了美国八字中的什么它的官星。
它的关系就是全球的霸权，同时呢子午相冲嘛，子水我们讲信用被冲垮，双重凶局的叠加，所以绝对没有什么化解的空间。如果你愿意读易经的话，在易经里面的阳爻就9世了，阴爻就6世了。比如男人用9啊，女人是用6，这个世爻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往前一步，你可能会很好，比如说94，往前一步就95，就是你上去了，你能当皇帝；你下去了，可能你就要杀头之罪。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要激流勇退，你还是往前走了。那么6世也是这样的，而美国现在就在这个状态之中。这个易经里面叫逆势而为必遭，反势这种铁律。那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易经里面的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这一个逻辑里面了。那如果我们普通人面对这种可能到来的全球格局的洗牌，那我们应该如何提前布局呢？如何避开美元崩塌带来的冲击呢？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知命。对，我们要更多的可能的在这样的动荡的这个环境之下，做自己的什么资产配置方案。假如说你的财星为金，那么就会受到美元波动的影响就比较大。那么你就要减少美元的资产啊，增加土属性的资产，房或者变成其他的东西，用土生金的这个逻辑啊去缓冲这个风险。印星为水的人呢，那么你可以什么侧重提升自己的自身技能，对，强化印星的能量，抵御外部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波动。所以比如说你风水这个层面上面的话，你也可以调整，是吧？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西北方啊，在你的这个财运方，对吧？外部的这个格局摆放一些旺财的东西，对。做好对自己资产的一个布局，以及对自己命运的一个了解，也可以方便我们通过八字去看到自己适合投资什么样的行业，适合在什么时候抓住机遇。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去透过八字了解到自己的命运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联系到我们的道元老师，帮你去选择一个好的时机、好的节点，帮助你在未来的路走得更加的顺遂。那我们这一期核心的点就是我们通过了易经看到了美国未来的走势以及它的结局，又给出了我们普通人怎么样去应对未来即将到来的一些冲击的一些方法。那如果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认同2026年的霸权主义会崩塌这个预言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多多互动。感谢道元老师的一个分享，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下期再见，拜拜。拜拜。